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对许多用户来说，包括我在内，今年的 iPhone 14系列真的很像是一个小的升级，尤其是这个 iPhone 14，它芯片居然用的都还是 A15，而不是新的 A16，这也能叫换代对吧？这离谱。可是吧，当你把 iPhone 14你拿来和 iPhone 13机器一比，你就会发现，这 iPhone 14和14 Pro 所有的东西它位置都变了啊！这对做配件的厂商来说真的是原地起飞，它按钮位置往下移动了，摄像头位置偷偷靠边了，原来超广角的位置从13的下面换到了上面，而14 Pro 的影像模组已经大到了一个离谱的地步，这个真的是不比不知道。当我们把 iPhone 11 Pro 还有12 Pro 你放到它边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苹果这年悄咪咪的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我们就这样一点一点被他们调教好，接受了他们设计好的这个发展方向。那 iPhone 的正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刘海一直在变小，直到这一代，苹果说，变一下，就变成了它这个灵动岛。我就很好奇你对这个岛的看法，你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玩意比较适合用在视频里面骗你点赞还有投币。那比如这是我请我们公司软件团队做的一些奇怪应用啊，这个灵动岛你可以用来养口袋妖怪啊，还有这个自动检测老板离你座位的距离啊，还有这个麻了次数统计器啊，统计你每天麻的次数。你看这些小设计是不是非常值得你来给我们一个赞？我们程序团队赶工了好久。所以说回来，这期视频我觉得和以前的 iPhone 评测都不太一样。那也许因为 iPhone 13系列太过于优秀， iPhone 14系列整体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挤牙膏，有一点无趣。但是当你把它每个功能拆分出来细看呢，你又会发现它有很多细节发布会上都没有提到。那有的功能是超出我的预期，还挺多的。但有的功能我只能说它比较适合用来整活，你会看到。我们还是先把每年例行的变化给讲了，比如颜色，我们这次使用的 iPhone 14蓝色和之前的 iPhone 13 Pro Max 的远峰蓝相比，它饱和度会更高一点。那今年的 Pro 系列的特殊颜色变成了紫色，那它在发布的时候给我的惊艳感没有像当初远峰蓝那么强，只是拿到真机之后，在阳光之下，我会发现它的颜色变化的差异会非常大，所以在不同的角度下看，你会觉得它的饱和度一直在波动啊，这个挺有意思。那除此之外，都是你熟悉的东西 ，Lightning 接口没有 USB-C， 那续航相比已经很棒的13系列，14系列又有一点提升啊，这个很好。现在只要不是玩游戏，我这种重度手机用户也可以从起床一直用到睡觉，仍然会有一些富裕。那充电速度现在到了29瓦，比去年快了2瓦，这也算提升对吧？但是 iPhone 14系列的盒子里，你现在还是看不到任何一个充电头的踪迹，你需要自己去单独的买。苹果嘛，合理。所以这一圈绕下来，你会发现唯一被改变的 iPhone 的祖传的东西，还是它，灵动岛。这个视频注定就绕不过这个岛，因为大家的关注点它都在这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预期管理的问题。发布之前，很多人看到的预测都是这个感叹号的屏，觉得特别别扭。所以发布会上这个一体化的灵动岛一出来，演示动画再一跳，这太过于惊艳了。但正是因为期望值被拉得太高，我拿到真机以后，我全天都在盯着这个东西看。那不得不说，苹果这个动画做的确实很丝滑啊，非常棒。一些程序还有通知就可以和这块地方进行互动，它的宽窄也会随之演化啊，非常的灵活。那这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顶部通知栏的可能性，它会有一点像一个 mini dock 栏，或者是 iPhone 版的 Touch Bar 啊，不用像之前那样调出后台才能够切换应用，你只需要直接点击顶部的小岛就可以完成切换。那大部分情况下 Face ID、摄像头还有各个传感器，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到的。但在大晴天，这块结构和 OLED 屏幕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那和灵动岛交互确实是个很新奇的体验，我很喜欢。我觉得苹果的 UI 工程师真的很强啊，这是认真的。那搞得我现在经常鬼鬼祟祟，慢慢的上滑一些 App， 然后看这些应用能不能够成功登岛。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大部分的软件们他们都登岛失败了。那像我熟悉的 B 站，它不仅没登上岛，它自己的搜索栏区域还被这个岛给占领了。所以说现在的 B 站在 iPhone 14 Pro 上，我只能够看到推荐的视频。你要想自己找视频，你都找不了。那我相信各大软件应该会很快的适配灵动岛，这不用担心。但现在的话，你是需要接受它的不完美的。那实话说，相比我熟悉的刘海，灵动岛的体积它是变小的。但正是因为上面多了这样一条窄窄的细缝，再加上它本身又在那边动来动去，变长变短，给我的实际观感就是它变得更加突出了。
而且它的位置实际上是要比刘海更低一些的。那这对于6.1寸的 iPhone 14 Pro 而言，就会显得这个灵动岛还是挺大的。对于 iPhone 14 Pro Max 相比的话，那就还好。那离谱的是，当你录屏的时候，这个岛它是会被你录进去的。那当然，这也确实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告诉你朋友，你换了新 iPhone 的方式。而另一个我用了一些时间就发现了灵动岛的弊端是指纹。再强大的科技公司的影像系统，真的是扛不住任何一个人类的指纹。哦，对，这次 iPhone 14 Pro 的前置摄像头确实升级了，光圈从 f2.2 升到了 f1.9，并且有了自动对焦。那我觉得拍出来的画面真的挺棒的，我很喜欢。但实话说，在我登岛次数太多之后，我现在用它的前置拍出来的自拍，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这次 iPhone 14 Pro 系列所搭载的屏幕 HDR 的峰值亮度从上一代的1200尼特到了1600尼特，那你在播放一些杜比的电影或者视频的时候，体验是拉满的。那最为离谱的是它的户外极限亮度现在能够达到恐怖的2000尼特。那虽然持续时间很短啊，是个3秒真男人，但在户外使用，特别是晴天拍摄的情况下，它取景是非常舒服的。阳光下的树叶、地砖还有墙面上的污渍，你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尤其是你拿之前的机型来对比一下，你就能够感受到一个明显的屏幕上亮度的区别。那问题是在使用过程中，我们还是发现了和之前 iPhone 一样的问题。它在高亮了一会之后，为了防止机身过热，它就会把屏幕的峰值亮度给降下来，然后过一会冷下来了再给提上去，这是你没有办法自定义设置的。所以你在实际看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会亮，一会特别暗，一会看不见，一会又能够看得很明白，它不是一个特别流畅的体验。那之前 Mac 我发现过一个奇怪的软件叫做 Vivid， 它会忽悠 Mac 说，我再放 HDR 视频，请你务必把电脑控制在最高亮度，那这样就会屏幕保持在峰值亮度上面。那要是 iPhone 也有这么一个玩意，那将来保持2000尼特的持续亮度，那真的太牛了。在夜晚的话，根本不用害怕，它堪比一个闪光弹。那除了屏幕亮度提升之外，这次 iPhone 14 Pro 也总算支持了安卓早就有的屏幕常亮显示，可以把刷新率降到1赫兹。那在比较低的能耗之下，全天你都能看到屏幕的内容，并且现在你可以在锁屏的状态之下，直接往上滑一下，进入到主屏幕，这样会更方便，少一个操作。这个常亮显示它没有的时候吧，那我好像也没有觉得膈应。但是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再来看一个纯黑的屏幕，那我会怀念这个常亮显示。你觉得这个功能对你来说重要吗？我反而觉得最值得夸赞的是这次 iOS 16系统，有很多功能都被整合到了一起，尤其是它可以直接一键把物体或者是人给抠出来，只要一拖就行了。这是我觉得最为神奇的 AI 功能。那用作壁纸的话，你也能把时间藏在这个画面背后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更酷一点。那结合 Pro 的常亮显示功能，你可以在主屏幕上放上你喜欢的人或者宠物，那你放在桌上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相框，能够时刻看着它。那这个功能对于我们公司而言非常重要，在生产力提升方面，现在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这次 iPhone 14全系列都搭载了高计值加速感应器，支持了车祸检测的功能。那作为一个出过严重车祸的人这应该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我会意识到这个功能的重要性。那不得不说，苹果在这个点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毕竟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还有时间去研发一个可能一个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会用到的功能。但是当你用到它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会感谢它的存在的。那只不过这个东西我拿来开玩笑也许不太合适，所以我拿我自己来举例。我们试了好多办法想要来触发它，但都没有成功。那说明这个算法要不就是很好，要不就是有问题。我会偏向于很好这个点，它的算法应该还是挺优秀的，会同时用到加速器、气压计、声音还有各种方式来确认你遭遇的一定是一个车祸。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目前就我们的观察来看，它只能检测车内发生的车祸。所以如果我是被撞的那个人，那我该怎么办？不然我被撞飞了30米，人家车子里面 iPhone 已经火急火燎说你车撞了，我给你报警。然后飞了30米的我倒在地上，我的手表只会问我说，你是不是摔倒了？会有点奇怪。现在我们总算可以来讲讲这次影像系统。虽说我自己用手机拍照不是很频繁，我不知道你多不多，但是我会发现家里长辈现在拍照经常会问的问题就是谁的手机拍照好，拿他的过来，然后咔咔咔往你手机相册里面塞进几十张大合照，再让你发给他们。那虽然有点麻烦，但是你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于手机画质还是有着越来越高的期望，所以苹果也在疯狂的强化它的影像模组。iPhone 14 Pro 系列这次超广角传感器增大了30%，主摄传感器比上一代足足大了64%，现在来到了1.32分之1英寸。那更大的传感器意味着更多的光能够创造更好的照片。在硬件的基础上，再搭配上苹果的光像引擎，这是他们今年创造这个新的名词。那说人话就是算法计算摄影。
更好的计算摄影，夜景表现的确是更好了。那其实我对去年的 iPhone 13 Pro 的夜景已经非常满意了，那只不过现在你能够看到暗部的噪点变得更少，整体夜景照片拍摄的时间也有了明显的缩短。可能我的抱怨就是它夜景的照片会显得有点太亮了，要是暗一点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你把 iPhone 14 Pro 的参数拿来和上一代一比，你会发现其实14 Pro 的光圈整体居然是在变小的，通过镜头的光是变少的。超广角从去年的 f1.8 变成了 f2.2， 而主摄从去年的 f1.5 变成了今年的 f1.78。听这个数字变得不多，但区别还是挺大的。你看别的参数一致的情况下，这个画面会从 iPhone 13 Pro 的这个亮度变成这个，今年的反而会更暗一点。你需要通过提升 ISO 或者降低快门速度才能达到同样的亮度。那为什么苹果不把光圈做得更大，然后来匹配这个传感器呢？那虽然我没法下结论，但是我可以有2个猜测。一个是大的传感器加上大的光圈，通常在光学结构设计上是非常困难的。苹果在这个体积下可能没法实现更大的光孔，于是就做了一些妥协。那还有一种可能是苹果其实它可以做到，但是因为现在手机传感器实在是太大了，已经逼近卡片机的传感器大小，物理景深就开始变得非常明显。那这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当你拍摄一些证件或者文字，经常是一半在焦内一半在焦外反而会影响你的实际操作。那缩小光圈就是一个有效的用来减少虚化的策略，所以导致了苹果的这个设计。那这是2个猜想，但是无论怎么样，最终我们看的还是图片本身。如果它足够优秀并且感知不到，那它光圈变大变小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那这个观点同样可以映射到今年苹果大力宣传的另外一个参数上面，就是4800万像素。在坚持了这么多年的1200万像素之后，这次14 Pro 的主传感器它不仅变大了，像素量也翻了4倍，这听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吧？那我在之前用它拍了很多照片，我觉得在开始剖析之前，你可以先试试分辨一下，到底哪一个照片是用 iPhone 14 Pro 拍的。实话说，这个测试连我自己都很容易搞混13 Pro 和14 Pro 的照片。那这时候肯定有朋友会说了，对吧？不对啊，Tim，这难道4800万像素画质不应该是要好很多的吗？那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当你直接打开 iPhone 14 Pro 的原生相机，按下快门，它在成像的时候直接就把4个像素给合并了，所以这个时候它不是4800，它就是一个1200万像素的传感器。你看这个图就会非常明白，它和传统相机的传感器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4合1像素传感器，擅长拼合，但是相比传统传感器的解析力和色彩上都会要弱一点。那在这个像素拼合的模式之下，它和13 Pro 的画质真的是拉不开差距，光线充足的时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这次14 Pro 有这个 Pro RAW 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你可以得到 iPhone 最高质量的 RAW 照片。那只不过 Pro RAW 在设置里面它默认仍然是1200万像素，非常离谱，它也是合并像素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画质还是不行，你必须要手动到设置里面把它设置到4800万像素，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按一下快门，再放大一看，哦，这个4800万像素的差异总算就出来了。那这太好了，对吧？那是不是我每张照片都应该这么拍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大小再决定。在 Pro RAW 之下，14 Pro 的每张照片接近100兆，这比我索尼佳能相机拍的 RAW 都要大。128GB 的低配 Pro 只够你拍摄1000多张图，它就满了。然后再搭配上去年苹果就推出的 ProRes 视频录制，那个玩意差不多1秒钟消耗你100兆。这2个功能简直就是卧龙凤雏。逻辑上，早上你拿到手机开始玩这些功能，下午它大概率就已经满了，你需要买新的了。而且4800万像素的 Pro RAW 会导致 iPhone 的相机反应速度会要慢很多。你按一下快门需要等好几秒钟才能再拍下一张照片。高情商的说这是仪式感像胶片一样的体验。那低情商的说法就是，哼。所以讲这么多，你看这4800万像素怎么也没啥用了，对吧？常规使用也没有提升，真正让夜景画质变得更好的原因是传感器变大了，而不是这个4800万。那我们要它干嘛呢？那苹果还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很清楚这个高像素最大的意义其实还是在裁切上面。所以这个2倍镜头现在回归了，它的逻辑很简单，我从4800万像素的传感器里面挖一块正好是1200万像素的这个部分，然后来成像，这不就行了吗？新功能就出来了。那虽说裁切听着让人总是有点难受，但是说真的，你把它拿来和 iPhone 13 Pro 的画质一比，1200万像素缩放2倍之后，和这个4800万的裁切画面一比画质，那就是没得比了，天与地的区别。所以综上所述，这次 iPhone 14 Pro 的影像能力提升了吗？那确实提升了，其实还挺大的，锐度、解析力那都在那放着，你都看得到。动态范围也有改善，能够保留更多的高光，还有暗部细节。
只是它的实力在易用性和文件体积上做出了一些妥协，日常使用主摄的提升感知就会变得非常有限。但反倒是超广角和长焦，你能够明显的看到它保留了更多的细节，涂抹感也减少了一些。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又能够释放这主摄的能力，又不塞爆我们的手机呢？那答案其实是有的。第三方的软件可以采取一个非常骚的操作，就是利用苹果的 ProRAW 接口，先来拍摄一张4800万像素的 ProRAW 照片，不把它存下来，然后把它缩放到1200万像素，生成一个 JPG 或者 HERF 的照片，实现一张超采样的这个照片。这和刚才说的像素合并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是在成像前把像素就4:1，变成一个1200万的传感器在拍照，而另一个是先拍出一个4800万像素的照片，再把它压缩到1200万。那这样来说的话，后者的画质应该会要好不少，文件又小，画面又好的照片，这样就能出现。那我的好朋友飞猪现在就用他的那个软件 Normal RAW 测试这个方案。那虽然还没有正式发布，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的照片，已经初具成效。在视频方面托了4800万像素的福，现在你仍然会有这个2倍镜头，可以让你录制4K 60帧的杜比视频。那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在你从1倍缩放到2倍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先是数字缩放，画面越来越糊，但直到2倍的时候，它突然切到这个传感器裁切模式，1200万像素点对点，这个画质会突然变好。所以如果你在意视频画质的话，就千万不要把缩放设置到1.9倍，不然你会变得非常不幸。那今年 iPhone 没有加上很多人预测的 8K， 这一点我没有什么说的，因为就算出了我也是喷它。8K 拍摄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真的没有意义。不过苹果选择了把电影效果模式的最大规格现在拉到了 4K 30帧，同时支持了 4K 24帧这个选项。那相比13 Pro 的 1080p， 解析力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给你来展示一下，在拍摄的时候 iPhone 到底在干什么。通过红外相机你会看到 iPhone 的激光雷达在不停地射出小点，打到各个地方，再反射回去。这样就可以探测场景的深度，然后把人给抠出来，再分出前景还有后景，再来做模糊。只是就我们目前的观察来看 ，iPhone 14 Pro 的激光雷达和上一代的分辨率它是一样的，频率也应该一致。但是算法我很难界定有没有改善，只能说在合适的情况下，你能够拍出一些不错的电影效果模式。但是只要涉及到发丝或者一些高频的信息，它还是会出现这种不自然的过渡。那这次 iPhone 最让我惊喜的功能，其实反而是我一开始不感冒的那个运动模式。因为在发布片里面那个样片拍的，我觉得真的非常奇怪，为什么一个穿西装的大哥会在苏州园林里面自嗨的跑酷，对吧？这没有很好体现这个功能。那等到真的拿到手之后，我试了一下，那它的防抖还是挺震撼的。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我们纯手持拍出来的，这种程度的抖动在后期通过 AE 或者达芬奇其实都很难去除掉。那苹果借助了 iPhone 里面的加速度计还有陀螺仪数据共同辅助来运算，才实现了这种超级稳的画面。那当然这个技术其实也没什么新奇的，在影像行业也挺成熟了， GoPro 还有大疆用的都是这类算法。那苹果做的比较好的一点是它有3个镜头都可以使用这个运动模式，尤其是长焦在适合的场景拍出来的东西，我还是非常震惊的，真的很强。有的画面会像是用稳定器拍出来的，非常的酷。那你要说这个模式的局限性吧，那其实也非常明显，它会有比较大的裁切，大约有 1.5 倍左右，还是挺夸张的。这意味着你的噪点会被放大，而且它最大的录制规格只有 2.8K 60帧，那你是会看到画质有明显的衰减的。那当然它最大的限制还是在于它是一个数字防抖，所以不能有动态模糊或者抖得太离谱，不然这个防抖就会乱套，就像是这样啊，非常奇怪。这也是为什么这次 iPhone 做的比较激进，假如光不够的话，它是不会把快门速度给降下来的，它宁可你拍的画面是黑的，它死也不会让你看到它防抖失效的样子，这个嘴是非常的硬。那我们测试了一下这个运动模式最低的工作限度，基本上是大晴天日落以后的15分钟，它就会开始跳这个光线不足的提示。所以光线充足的这个条件，你是必须要满足它的，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但可是蛋疼的是，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大晴天的时候，它会和 iPhone 的视频 HDR 功能打架，导致出现这种非常难受的闪烁。这个 bug 真的很难忍受。虽然在后期你可以通过降闪烁插件把它给消掉，但是这种问题，苹果难道不应该立刻解决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对 iPhone 14 Pro 的一些体验还有感想。你今年会考虑买吗？我应该会买一台。哦对，如果你想买的话，也欢迎看看我们自研的 Snap Filter MagSafe 滤镜系统，它可以借助 MagSafe 直接快速安装，插上像这样的黑柔滤镜来降低手机的锐化感，来减少皮肤的颗粒，让高光晕开，或者是插上 ND 滤镜来实现真实的动态模糊，或者是拍摄长曝光的照片，能让 iPhone 在影像上获得更多的可能性，更有电影感。
那现在我们适配 iPhone 14 Pro 和14 Pro Max 的版本已经完成了光学验证，开始进入量产阶段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来支持一下我们自研的这个产品的话，可以去参加预购，现在价格会比正常便宜不少，也会有一些小礼物来感谢你的支持。那我觉得苹果现在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它太理解用户的痛点了，以至于它每次都能够踩着线来交卷，然后来拿捏我们的情绪。我是真的希望它能再多给我们一些惊喜的，但是这一等又得是1年。所以这个视频希望你喜欢，我们在中秋期间花了很多心思来做测试、调研，还有样片拍摄，现在都已经凌晨2点了。所以你觉得有帮助的话，欢迎转发给你想买 iPhone 14 Pro 的朋友，给他们一个参考。那也欢迎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个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